及笄后，我等着岑明来娶我，等了3年，等来了他为办男装科考的女子连跪3日求情，我主动解除了婚约。后来郡王府举办赏花宴，为小郡王相看，众贵女讥讽我厚颜赴宴，取笑我18还在待嫁，难堪一计。忽闻一把低沉的声音道：“谁已18？”我抬头看见了芝兰玉树的小郡王，眼前突然浮现文字，笑死，终于给他逮到一个成年的。小郡王看着我道：“我的世子妃就是你了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赏花宴那日，满京城适龄的贵女齐聚郡王府。郡王与当今圣上兄弟情深，淡泊名利，是个闲云野鹤般的人物。是以王府的后花园十分雅致，颇有趣味。赴宴的贵女多半刚及笄，三三两两相伴，或作诗弹琴，或投壶猜谜，香云缭绕，笑声盈盈。我进去见礼时，热闹的氛围凝滞了一瞬，众少女或好奇或嫌恶地看着我，无人与我搭话。状元郎与女扮男装探花郎的佳话传遍市井，我这个曾经状元郎的未婚妻自是不讨喜。我找了一处角落侧坐，在流水曲觞前静默喝茶，贵女们低声的交谈流入我耳。就是他，真的18了吗？倒是顶好相貌，听闻是主动提出与状元郎退婚，退了也好，也算有自知之明，他如何能和兰香君那等奇女子相比？我喝了口茶，听到了一声讥讽的冷笑，有自知之明就不会来赴宴了，他难道还想当上世子妃不成？众少女的哄笑散开来，清脆悦耳，花枝乱颤，如同环佩叮咚。我在笑声中忽而想起，未及笄时，我曾与表姐来过郡王府。世人皆知，郡王膝下唯有一子，冠绝京城。晋小郡王命格惊奇，生下来便被静安寺无觉高僧收为记名弟子，跟随无觉学医18载，行医游历了大江南北。他出身皇家，看病却不分贵贱，为人不羁，行事乖张，一手医术堪称起死回生。但更为出名的却是他的相貌。相传5年前，圣上盛宠容貌倾城的丽贵妃，为其举办生辰宴。晋小郡王正值弱冠，一身绛红锦袍立于贵妃身侧行了礼。圣上喝了点酒，笑赞了一句：“珠玉在侧。”如今晋小郡王20有5，郡王妃为这珠玉的婚事，不知开了多少次赏花宴。多年前与表姐赴宴，后花园里也如今日一般衣香鬓影。唯一不同之处便是，当年赴宴的众多贵女早已嫁作人妇，景依旧，花颜改，人如新。只是不知今日小郡王是否也和当年一般，自始至终都不露面。不过也和我没多少关系了，我垂目喝茶。与岑明退婚后，母亲为我在衣亲筹白了不少头发，来赴宴只不过是为了缓解母亲的心情罢了。茶还未喝得半盏，我安静坐到赏花宴结束的愿望落了空。为首着绿装的少女好奇地看着我，听闻姐姐与状元郎解除了婚约。她姿态相貌都温婉，但与我来往的贵女多半已嫁人，我对她实在无印象。闻言温声说了是。为何呀？状元郎才高8斗，又出自安定侯府。那少女笑道：“难不成是姐姐有了心上人？”开口就没那么温婉了。我放下茶盏，并无，只是自知高攀。本来的是，兰香君女扮男装被爆出后，状元郎在建章宫连跪3日为她求情。另一位黄衣少女道：“他们的情谊真挚动人，姐姐退婚也算是成人之美了。”心脏有些针扎似的难受，但尚且还算可以忍受的范围，我自笑笑，不语。可惜贵女们不太想放过这个乐子，笑问：“只是不知为何姐姐都18了，状元郎竟还未与你成婚？”我倏地握紧了茶杯，结痂的伤疤被猝不及防地揭开。姐姐居然已18了！绿装少女以手帕捂住了嘴，十分惊奇的模样。我要是姐姐，今日都不好意思来。众少女熟悉的低笑再次散开，很是清脆，夹带着笑语：“怎18了还来参加赏花宴？”我深呼一口气，刚准备开口，忽闻一把低沉的声音道：“谁已18？”清脆的笑声瞬间静止。我抬头看见了走到庭内的小郡王，男人模样俊美，如金石雕琢般金贵，金冠束发，银带束腰，着了一身绣着暗纹的浅蓝锦袍。我愣在了原地，
却不是因男人相貌和气势，而是我眼前突然浮现了几串文字。笑死，终于给他逮到一个成年的。谁懂，在14、15岁的初中生里看见个18岁女高的救赎感。这个顶漂亮，俺们大男主这下绝对看上了，我们要有儿媳了。小郡王挑眉看向我，你已18。惊惧与匪夷所思一下，我下意识地点了下头。我的世子妃，就是你了。满园寂静，只听见流水的潺潺声。面前的小郡王宽肩窄腰，高挑冷峻，端地是长身玉立。陌生男性压迫感扑面而来，我迟钝地眨了眨眼睛，被震慑在原地。郡王妃匆匆赶来，众人才如梦初醒般连忙行礼。我跟随着刚蹲下身，就被小郡王用手中的折扇轻轻托住了手臂。我问你，小郡王停顿了下，再开口，语气温和了不少，你可愿做我的世子妃？众少女压抑的惊呼声此起彼伏，郡王妃捏着锦帕，满怀希冀地看着我。我抬头，那行不知名的文字还在不断闪动。我真不行了，大直男求婚给人搞懵了，笑死我了，家人们！我第一次看这狗比声音加成这样。俺来看男频行医圣手爽文的，这一下给我干到小言频道了。不是无 CP 吗？怎么突然跑出来这么一段？小郡王依旧看着我，容貌冷峻，目光却专注温和。众贵女或惊惧，或愤愤，都在等待着我的回答。只有我，思绪流转间，我从众人的反应中得到了结论，只有我才能看到这行文字。我垂目，看见了男人握着折扇的手，白皙修长，线条冷淡，轻声道：“臣女愿意。”身后众女的咬牙和叹气声传来，一旁的郡王妃激动地上前握住了我的手。贵女是哪家的千金？郡王妃的热情让我有些招架不住，维持着多年的仪态教养，尽量体面答道：“家父是礼部侍郎，原是沈大人的千金。”郡王妃笑道：“今日我便上门提亲。”郡王妃说一不二，当晚便亲自登门，一同带来的还有赐婚圣旨。跪着接旨时，我耳际嗡鸣，一切都超乎了我的预期。除去正式册封、相应品级的官服和诰命文书外，圣上甚至赐予了我柔家的封号。郡王妃亲自扶我起来，看我的眼神慈爱万分，声音柔情似水。这封号是鱼儿亲自进宫向皇上求的，皇上喜不自胜，二话不说便拟了赐婚圣旨。郡王妃牵着我的手，下月初8，你们便大婚，这是否太过仓促了些？身后一直沉默的父亲终于开口：“只有20日不到，待嫁的章程怕是难得周全。”无妨无妨，这日子是圣上亲自定的。郡王妃笑道：“婚礼都由宫中内务府与礼部共同操持，时间虽紧，但绝不会委屈了我们姚娘。”父亲倏地闭了嘴。我看了眼容光焕发的郡王妃，又看了眼背后笑得开怀的钦差太监，无端闪过了某种想法。这郡王世子怎地比我还愁婚事？不过我看向了手中沉重的圣旨，在此刻喜气洋洋的氛围中，无端读懂了小郡王为我求封的背后深意，一种补偿和深层歉意。小郡王用折扇扶我起来时，身上若有若无的清苦药味恍若萦绕在我的鼻端。和他人一般，疏离又极具边界，带着沉静的冷。他给不了我作为一位丈夫的爱，只能提前给予敬重。但这样就很好了，这门婚事本就是我高攀，不委屈。我笑着轻声对郡王妃道：“是臣女之幸。”大婚之期已定，沈府上下忙着操劳我的婚事，郡王府万分重视，那即送来的聘礼厚重奢华。这桩婚事迅速地取代兰香君与状元郎的佳话，成为了市井新的热议。婚期在即，小郡王这几日依然在安和堂看诊，春晴语气有些低落，看着也没什么期待模样。安和堂位于马行街，铺子鳞次栉比，鱼龙混杂，我从未去过。但街两侧有佩金川子的医馆药铺，小郡王行了冠礼后不走仕途，不依父辈蒙荫，在此开了家医馆。他看病不分身份贵贱，几乎日日亲自坐诊，很得百姓爱戴。一种说不清的羞愧情绪上涌，我翻书的动作停了一瞬，道：“小郡王是君子，治病救人更是天经地义，怎么能因婚期而耽误？今后不可妄议。奴婢说错话了。”春晴心思玲珑，立刻行礼道：“
小姐勿怪。嫁入郡王府后，行事不比府中。我扶她起来，温声说，说话行事要三思。窗外忽来一阵风，窗外竹叶相击，簌簌清风快速翻过我手中的书页，啪的一声合上，露出了封面的书卷名。妇科内案。书页已然泛黄卷边，我垂目看了半晌，手指轻轻抚过，眉宇间无法控制地露出了落寞。小姐，近日百姓这几日送了好些红机子到安和堂呢。春晴连忙换了话头，听闻还惹得小郡王发了脾气。我想起了那日拿着折扇的金贵冷峻的小郡王，笑问他也会发脾气吗？怎地不会？春晴提起这事儿便想笑，百姓消停了几日，不送红机子了，改往安和堂门前那棵百年槐树上挂红绸了。马兴街百年槐树巍峨，烈烈红绸在风中飘扬，唢呐声起，锣鼓喧天，八抬红轿走过夹道相迎的长街。我披着盖头，轿子起落摇晃间，只听闻嘈杂的祝贺声，忽闻利剑破风而来。新人下轿，昏暗的视线大亮，视线中伸来了一只修长白皙的手。我小心地搭上去，被轻轻回握住，不等我心绪平复，那日在庭院初见小郡王时的不知名文字又跳了出来。老公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呜呜。俺爹儿啊，你结婚了，妈妈高兴抹眼泪。狗蛋儿都找到媳妇了，兄弟我的老婆在哪呢？点烟。云哥哥穿喜服好帅，我舔我舔我舔。我动作停顿，盖头流苏轻晃，一旁的小郡王连忙低头，轻声问：怎么了？他声音低沉，莫名让我耳朵发烫。我心想，看不见小郡王的脸，却还是可以看见这串文字吗？无事。我深呼了口气，想了想，还是诚实答道：我有些害怕。小郡王与我相握的手陡然用力，道了声冒犯，随后手臂揽住了我的腰，几乎将我半揽在了他的怀中。唱和起哄声高涨，那串文字更是快速更替，我看了两眼便不敢再看，被小郡王护着穿堂过廊走进了新房。新房熏香厚重，皇家规矩森严，唱词祝颂后，众人离开婚房，小郡王拿起秤杆，挑起了我的盖头。满堂花烛高照，金碧辉煌，小郡王一身绛红喜袍，金冠束发，专注地望着我。那串神秘文字在此刻疯狂滚动。我去我去我去，大美人大美人，拔刀吧狗儿子，你老婆是我的了。尼玛好漂亮，现在就洞房，直播度，给我直播度。今日俺就是曹贼，俺就好人气嘻嘻。云哥哥，你有这么美的老婆，今晚还回家吗？我迟钝地眨了眨眼，明明是如此庄重紧张的氛围，我却不知为何轻笑出了声。红烛发出噼啪声，小郡王挑了下眉，放下了秤杆。我先去宴请宾客，你先行洗漱。他停顿了下，道：别怕。小郡王声音天生天冷，此刻却有些刻意的放低，这声别怕倒显出了几分柔和来。那串文字不知为何又在说他家嗓子了。我点了头，眼中迎着笑意。小郡王道：我尽快回来。小郡王所言不假，酒没过3巡，大半红烛都还未燃尽，他便回了院子。小郡王换了深红色中衣，是洗漱后的模样，不见酒气，反而带着些清苦湿润的潮气。他腰腹结实，身量极高，同我处在同一屋时，成年男子陌生的气息瞬间让我紧张起来。我后知后觉，这是新婚夜，等会儿将会发生什么？主院名唤浮云，但寻常我都住在隔湖相望的听水轩。或是看出了我的害怕，小郡王站在桌前给自己倒了茶。世子妃如若有要事相询，便可让我贴身侍卫许吉前来唤我。话落，他拍了拍手，屏风后一男子跪地行了礼。许吉见过世子妃，不过听水轩大半都是医书药材，杂乱无趣，世子妃过去怕是怠慢。小郡王道：主院管事的丫鬟叫如云，世子妃日后可随意差遣。屏风后又出现了位女子的身影，照例恭敬地行了礼。我捏了捏锦帕，心中的躁动紧张在此刻渐渐回落。我听出了小郡王的未言之意，婚后两人分居而住，他不愿我前去听水轩打扰他。抬头，滚动的文字验证了我的猜测。不是狗儿子，新婚夜你和你老婆说什么胡话呢？老公心里还是有我嘻嘻，结婚了都还想着我捏。梦女够了，恶不恶心？这么个大美人，你就这样冷落了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
我笑了笑，不知是失落还是松了一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我都知晓了。”氛围陷入了沉默，连滚动的文字都慢了下来。狗东西，你让大美人失望了，不可饶恕。其实是这样的。小郡王忽地抬头，十分严肃认真地看着我道：“我有隐疾，不能忍道。”我手中锦帕掉落，睁大眼睛看向了小郡王。这些年我始终不成婚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小郡王情深意切道：“娶你过门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”他头顶的文字在此刻再次疯狂滚动。滚犊子，明明是相亲的姑娘都没成年，俺不中了，大男主是养胃啊。话可以乱吃，饭不可以乱讲，老公你真养胃我就不梦了。为了不圆房，不惜自损8000，够狠。看大美人失落了，于心不忍，开始编借口了吧？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心软了，别的地方就不能软了。阿魏，应该是假的。我垂目深呼吸，心想应该是和神秘文字说的那样，不想和我圆房，又怕我伤心，才出此下策。好矛盾的人，明明不愿和我圆房，却又看不得我失落。这也并不是什么大事。我踌躇半天，才结巴地安慰道：“世子爷是君子，救人性命立于世，我不委屈的。”小郡王忽而一笑，走到了床边侧坐，向我伸出了手。清苦的药味带着压迫感向我袭来，我屏住呼吸，歪了歪头，试探性地将手放入了小郡王的掌心。你可有小字？小郡王黑亮的眼睛专注地望着我，温声问。我名沈瑶，家里人都唤我瑶娘。我有些紧张，手指下意识地蜷缩，被小郡王强硬地握住了。那我唤你小瑶可好？我倏地红了脸，却听小郡王轻声说：“小瑶，我无通房，更不会纳妾，郡王府往后只有你一个女主人。”我手一抖，讶然地看向他。我年长你些许岁数，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小郡王笑笑，感情的事不宜操之过急。红帐垂落，小郡王睡于我身侧，陌生的体温宣告着强烈的存在感，那股让我不适的压迫感却消失了。心跳声逐渐平稳，我最后看了一眼滚动的神秘文字：新婚缠绵夜，秒变妇女谈心局。鉴定完毕，他真不行，摇头失望，背手离开。狗比感情观够纯情啊，居然是无爱就没法做的类型。算鸟算鸟，这言情剧场什么时候过去？我闭上了眼睛，闻着清苦的药香，心想这样就很好了。我没想到新婚夜竟是我和小郡王在接下来2月内的最后一次同床共枕。郡王府规矩并不严苛，婚后第2日给郡王及王妃敬完茶后，郡王妃便笑着表示日后不用前来请安。陪我回门之后，小郡王便如常前往了安和堂坐诊。小郡王日程繁忙，早出晚归，往往回浮云院与我用完晚膳后，便会去听水轩，湖面倒影的明亮水波荡漾，一荡便是半宿。很多次我夜半梦中惊醒，披着佩帛推开轩窗，湖对岸灯火通明，烛影萧萧。我便在此刻看见了很多面不同以往的小郡王，或是临窗捣药的身姿，或是执卷书写的侧影，但更多时候我看见的却是他月下独酌的孤寂。小郡王天皇贵胄，但他人生的更多底色却总会让我觉得疏离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春晴和郡王妃无数次暗示或明示过我，可以每日让小厨房做些宵夜送去听水轩。夫妻关系最忌讳两不相扰，小郡王忙于行医，我便要多主动一些。道理是对的，为我好的心也是真的。可是在浮云院无数光阴掠过的间隙里，我看着手中的医书，忽而神游。我听见心中的声音在说我不愿。在未获得小郡王允许前，我不愿去打扰小郡王，更不愿走进听水轩这个完全属于他的私人领域。小郡王是个难得的君子，既是君子，便更加值得爱重。中秋那日，正是我和小郡王成婚的2月整。当日小郡王难得早早归府，晚膳后对案而坐时，小郡王将一个拜帖递给了我，烫金纹路，正红底色，很是郑重。我接过打开，发现竟是安定侯府的婚宴请帖。状元郎岑明与李兰香的婚礼定于下月初9。我面色如常，看完后犹豫半晌，小郡王给我倒了茶，笑道：“如若不想去，我这边推了便是，不必为难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深吸一口气，看向他，
说出的却是另一件事。世子爷，我能不能也去你的医馆坐诊？小郡王愣住了，那串熟悉的文字时隔1月再次出现，开始疯狂滚动。嗨，大美人，好久不见！这狗比忙的连自己老婆都没时间陪，害我好久没见瑶瑶的脸了。美人叽里呱啦说啥呢？想去医馆，叫你老公给你安排。美人还是想见老公了，嘻嘻。去医馆坐诊就是想黏着狗儿子吧？这2个月我对这些奇怪的话早已理解了大半，立刻道：我不是任性而为，我的祖母曾是宫中女医，我从小便读医书，懂脉理，通药理，并且很擅长妇科。小郡王手撑着头，看向我的目光里带着温和的笑意。不知为何，我在这个眼神中感到了些许不好意思，声音低了很多。当然，我很缺少实际的就诊经验，我垂目，避开了小郡王的眼睛，说，只是想和你一样，力所能及的用医术去帮助更多人。一声轻笑滑入我的耳际，小郡王站起身，跟我来。满月光华在湖面上洒满了银辉，玉桂清香弥漫，穿过湖中桥，我第一次踏入了听水轩。和浮云主院布局并无多少不同，只是格外开阔，一整面墙的药柜顶檐以大案相隔，分出了药房和书房。一进去，药位和书卷位便扑鼻而来。小郡王带着我行至妇科区域，问道：这些书看过哪些？我一一略过，道：除去那本来世秘藏，其余大半我都看过。小郡王挑了下眉，靠着书柜随手抽了本，打开看了2眼后突然抽查。我一愣，停顿了会儿，便从善如流地往下背。小郡王教考了我半个时辰，到最后说得口干舌燥，直到廊下许急通报消息才打断。小瑶天资聪颖，小郡王感慨道，我竟差点把珍珠当榆木。他叫我小瑶时，总会让我觉得心下发麻。我抿了抿唇，紧张地问道，那明天我能去安和堂吗？当然。小郡王定定地看了我半晌，笑道，只是要委屈我的世子妃伪装下身份了。不如你就当我的义妹。小郡王点了点我的鼻尖，那么小瑶妹妹，明天便和哥哥去安和堂吧。我感到了一阵眩晕，下意识地看向了那串神秘的文字，却看见了满屏荡漾的悠悠哟。小瑶妹妹，我的世子妃，和哥哥去安和堂吧。狗东西，把人青春女高聊成什么样了？今天是妹妹，改天就把妹妹拐上床了。老天，我闭上了眼，怎么眩晕得更严重了？安和堂和普通医馆很不一样，不仅是布局和看诊流程，还在于小郡王规定的很多我从未听过的规则。例如看诊时必须穿的白大褂，又如每日例行的消毒，还有每过1旬必要召开的定期会议。小郡王在安和堂时极其冷淡肃厉，几乎没个笑影。坐诊的郎中无论资历年纪如何，犯了错都会被他不留情面的痛骂。而我刚坐诊不到半月，成为了其中唯一的例外。无他，只因我犯错最多，却始终没被小郡王骂过一句。纸上的来中绝浅，我年纪尚轻，看诊时难免捉襟见肘，小郡王便时刻将我带在身旁。望闻问切的积累，多年行医的经验，他毫无保留地尽数教授于我。我从未过得如此充实，像是沉默到底的睡莲，渴望又舒张地接受一切灌溉。从安和堂回府后，听水轩的烛火亮如白昼，小郡王与我并肩坐于大案前，温和又耐心地为我一一讲解白日的病案。烛光摇曳，清苦的药香弥漫，我握着笔偶然抬头，即将出口的话语就这样被吞了半截。小郡王着了件月白色中衣，衣襟半场露出了大片锁骨，长发未挽，发尾缀着湿润的水汽，手撑着头，闭着眼睡着了。他眼下带着倦怠的乌青，胸膛起伏平缓，那张平日显得格外不好亲近的容颜，在此刻变得温和。有什么在抨击着耳膜，我像是受了蛊惑一般，无知觉地缓慢靠近，呼吸交融的刹那，小郡王倏地睁开了眼。我陡然一惊，吓得向后仰去，即将摔倒之际，腰间被小郡王手臂一揽，我跌入了男人的怀中。男人的体温透过布料快速将我染透，我耳朵和脸颊红了大半，一抬眼便看见那串神秘文字滚动。笑死我了，偷亲还被发现的笨笔小瑶。萌啊萌啊，这狗笔装的，哈哈哈！小瑶倒横还是浅了些。
我呜咽一声，逃避似的将脸埋进了小郡王的颈窝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小郡王连忙拍我的背哄道，把小瑶吓到了是不是？他越温柔，我越羞愧，更不敢抬起脸来。小郡王声音里都带了笑意，主动为我找了台阶。累了，我送你回浮云院可好？我连忙点头。那晚月色太过清丽，和湖水融为了一体。我被小郡王稳稳地抱着回了浮云院。躺在床上时天旋地转，我闭着眼，听见了自己声如擂鼓的心跳。我又急又慌，情绪汹涌而出，深呼吸了几次都无法止住。无助之际，我压住心中的酸涩，心中唯一的念头却是，这心跳声不能吵到小郡王。中秋过后，小郡王彻底将起居搬到了浮云院。郡王妃大喜，浮云院上下更是喜不胜收，只有我踌躇又犹豫地问，这样好吗？小郡王在为我整理病案，闻言停下动作，手中的笔点了点我的鼻尖，笑问，怎么，小瑶妹妹不想我搬过来吗？我皱着眉去捉笔头，小声说，我只是怕世子爷不方便。没什么不方便，以往不回去浮云院，只是和你起居时辰不同。小郡王语气淡淡，回去怕惊扰你，自是在听水轩住下了。我没忍住笑，小郡王摸了摸我的头，温声说，怎地现在还叫世子爷？心猛地一跳，我抬头便撞进了他带着笑意的眼睛里，抨击耳膜的鼓动再次袭来。我不动声色地往后退，像是怕吵到小郡王似的说，那应该叫什么？神秘文字再次滚动，叫老公。不，结合时代背景应该叫夫君。云哥哥。我连忙低头，掩饰的小声说，规矩不可废。小郡王定定地看了我半晌，在我面皮快要撑不住时忽而一笑，也不再多说，抽出了一份病宗。看这个，这是前年安和堂接诊的一位产妇骨盆狭窄，最终血崩而亡。我心一凛，连忙接过仔细阅读。这场生产由小郡王和宫中制式御医全程参与，即便如此，依旧只保住了孩子性命。产妇年龄太小，骨盆发育不完全，但其实本来可以保下产妇性命。小郡王说，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。我百感交集，轻声道，是什么原因？小郡王没回答。1月后，我知晓了这个答案。安和堂接诊了一位孕妇，及笄不到2年，依旧是骨盆狭小导致难产。近年来，安和堂妇科发展已然日渐完善，小郡王力排众议，将民间经验丰富的稳婆招进了安和堂。这位孕妇生产当日陪同的整整有5个郎中，但最后活下来的还是只有孩子。只因孕妇生死之际，哭着求郎中保住孩子，甚至孕妇的丈夫也在廊外磕头，只求保住孩子性命。手术历经6个时辰，我第一次全程参与。结束时是小郡王亲自为我消的毒，我红着眼睛和他对视，小郡王面色如常，温声问，累了？我摇了摇头，没忍住抱住他的腰，躲进了小郡王温暖的怀抱。回府的途中我睡着了，是小郡王将我抱回的浮云院。被放在床榻上时，我意识朦胧，抓着男人的前襟问，要怎么才能不伤心呢？有什么温热的触感温柔地拂过我的脸？他低声回答，见多了就不伤心了。是了，小郡王行医多年，他早已习惯了轮回的生老病死，也经历了无数的无能为力。我总以为小郡王天生冷静，无坚不摧，直到临近初冬，我夜半醒来，地笼烧的屋内温暖如春，床榻另一半却微凉，那股清苦药香几乎要消失不见。我下意识地走向了听水轩，在临湖廊下看见了独自醉饮的小郡王。他披着狐毛大氅，长发披散，屈腿靠着红柱，闭着眼，似乎困乏地睡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任由熟悉的无力感再次将我包围，一如我在庭院和他初见。他带着那串神秘文字走向我，宣告了他不同于这个时代的秘密。廊下摇铃轻响，我轻轻走过去，半蹲下身看着他。清苦的药香在这个凛寒冬夜显得更加不可亲近。我伸出食指，隔空虚虚地临摹过他的眉眼和高挺的鼻梁，几近呢喃地自问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不那么孤独呢？小郡王眉心一动，我陡然心惊，转身就想逃，下一秒，小郡王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拽了回去。
我瞬间跌落在他的怀中，温暖的狐毛大氅将我包裹。小郡王一手掌住了我的后脑，偏头吻了上来。我见过很多面的小郡王，温和金贵的，冷峻疏离的，他似乎永远游刃有余。我从未想过他会失控，也从未想过小郡王的吻会这么凶这么狠。褪去了斯文的皮，露出了直白的欲望，顶弄和吞咽步步紧逼，将我的呼吸蚕食殆尽，也将他身上清冷的药香烫热。我呜咽着想挣扎，却被男人死死抱在大腿上，又急又湍的躁动让我无所适从。好不容易得了点喘息，我攀附着小郡王的肩颤抖，还没说话，脸侧却被他大手托住。摇摇，小郡王笑着用鼻尖去蹭我的脸，好可怜，都不会换气。我手脚发麻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掉了眼泪。妹妹不哭。小郡王轻掉我的泪珠，哄着说，张嘴。换气好难。我抽泣着在小郡王胸膛调整呼吸，那串神秘文字看热闹不嫌是大地跳出来。不是哥，你他妈一开荤居然这么猛，憋太久了就这样，接个吻都能接得这么色，把美人都亲哭了，啧。老公你好会亲，亲我不行吗？最后这串文字让我很不高兴，抱住小郡王脖颈，咬了咬他的耳朵。小郡王开始笑，起身将我打横抱起，有什么冰凉的东西落在我的脸上，我摸了摸，才反应过来是血。万籁俱寂，福云院的琥珀般的光晕从轩窗里透了出来，映出了香依偎的人影。我被轻柔地放在了床榻，吻再次落了下来，这次温柔缱绻，抚摸和亲吻都动人。小郡王衣襟大开，露出了大半个赤裸的健美胸膛，他居高临下的俯身看我，笑了下，起身离开。我心跳几乎要冲破耳膜，不出片刻，小郡王撩开了帘子，手中拿着一盏琉璃灯，灯将帐内照得明亮。我蜷缩着身体，呜咽着说，不要这个。为什么？小郡王笑说，瑶瑶这么漂亮，当然要看清楚。神秘文字疯狂滚动，尼玛这么会玩狗东西。我就说他憋这么多年，绝对是个变态来着，嘿嘿。谁说的我有隐疾不能人道？完了要被关了，俺想看啊，付费也行啊。神秘文字彻底消失，我莫名害怕，吞咽了下，轻声说，你说的，你不能人道。小郡王没说话，单手解开了衣带，他声音很温柔，能不能，我会让你知道。小郡王很会温柔地折磨人，我求饶时他像是听不懂，笑着问，该叫什么？我叫世子爷，他说不对，叫夫君，他还是说不对。夜半雪落得急，枝丫受不住积雪，连连往下坠。梅枝极轻的叹息声让我意识回笼，小郡王亲我的鼻尖，汗水淋漓，药香味几乎消散不见。他又问，妹妹，该叫我什么？我扶至心灵，从爱欲的漩涡中挣扎出来，轻声说，哥哥。我抱住他汗湿的脖颈，哽咽着说，云哥哥。小郡王动作停顿了，忽而轻笑，琉璃灯滚落在地，雪越发大了，梅花被打湿，红梅晃动中飘落在雪白地，好不可怜。醒来时骤雪初歇，天地一片银白，映得室内明亮如昼。被褥里温暖干燥，我身体干爽，除去无法言说的酸软外，倒是没什么不适。小郡王手搭在我腰间，我整个人侧躺在他怀中。男人闭着眼，赤裸的胸膛平稳起伏，上面还有些斑驳红痕。我盯着锁骨处的吻迹，看着看着又开始脸红，眼睛被大手盖住。下一秒，小郡王长着我的后脑勺，将我往他怀中按，笑问，又想偷亲我？才不是。我攀附着他的肩，在他脸颊落了一吻，笑着说，是正大光明的亲的。小郡王的低笑震得我身体都在发麻，我勾着他的头发，今天不去医馆吗？寒冬暖被，娇妻在怀。小郡王闭着眼将我抱紧，我倒没这么不解风情。我笑出声，趴在他颈窝看他，时光在此刻好像缓慢下来。我有很多疑问想要问出口，那串神秘的文字，它的来处，还有哥哥。我用手指摸着他的喉结，小声问，昨天难过是因为那个产妇吗？小郡王睁开了眼，他叹了口气，说是。如果换个时代，他可以活下来。小郡王语气很温柔，但我无能为力，我弥补不了时代的隔阂。
我有时候觉得我在他怀里轻蹭，很缓慢地说：“你好孤独。”小郡王不再说话，只是抱着我的力度变大，大到让我发疼，可我毫不在意，像是氧气缺失的鱼一般和他相拥，一字一顿地问：“我可以让你的孤独少一些吗？”有什么温热的水珠掉落在我颈侧，让我浑身僵硬。我慌忙抬起头，看见了眼睫湿润、双眼通红的小郡王。可以的。他明明在哭，神情却在笑，余生有你陪着的话，会少很多。我抹去他的眼泪，亲吻他的眼睛，笑说：“太好了，唯愿我的爱始终如初，穿过时光洪流，陪你走完孤独岁月。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